你大概在中学课本里见过元素周期表，那张表上有100多个格子，从氢到铀排得整整齐齐。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张表是一份宇宙不平等条约，排在前面的元素占了几百亿分之几的宇宙份额，排在后面的连零头都凑不上。说真的，宇宙的元素丰度排行榜，如果打印出来给普通人看，能让人怀疑人生。氢占了宇宙原子总数的大约75%，氦大约25%，就这2个加起来占了宇宙原子的99%以上。剩下那100多种元素全部加起来，分那不到1%的残羹剩饭。你呼吸的氧气在宇宙里排第3，丰度大概是0.85%。你身体里的碳排第4，0.36%。之后是氖、氮、铁、镁、硅、硫。你注意到没有？金、银、铂这些我们在地球上觉得珍贵的元素，在这张宇宙排行榜上根本排不上号。不是说它们排名靠后，是连榜都上不了。有意思的是，这张排行榜不是随机的，它是一份宇宙核物理的指纹，每一个峰，每一个谷，都对应着一个具体的核物理过程。大爆炸和合成画了底色，恒星核聚变画了主体，中子星合并画了细节。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巨型赌场，大爆炸是庄家，氢和氦是庄家发的底牌，占了99%。剩下的所有元素，从碳到铀，都是后续几轮核聚变赌局的盈利。而金、银、铂这些重元素，是赌场角落里2台老虎机偶尔吐出来的硬币。你以为它们值钱？在庄家眼里，连零头都算不上。丰度分布有个大趋势，越重的元素越稀有。原子质量在1到100的区域，元素丰度大致按指数规律下降，100之后下降斜率显著减小，但中间有大量反常。比如偶数原子序数的元素，通常比相邻的奇数元素丰度高出整整一个数量级。原因很简单，阿尔法粒子，也就是氦核，是恒星核聚变的基本单元。由阿尔法粒子构成的原子核，比如氧、氖、镁、硅、钙、钛，丰度明显偏高。你可以理解为，宇宙的积木套装里，4格一块的砖头最多，5格一块的就少得多。再比如铁，铁在元素丰度表上有一个凸起的高峰，原子质量在50到70的区域，铁是最高点。为什么是铁？因为铁是核聚变能量的终点。比铁轻的元素聚变释放能量，比铁重的元素聚变不但不放能量，反而吸收能量。这个物理事实直接决定了宇宙元素的分布格局。铁是恒星核聚变的停车站，恒星烧到铁就得停，再往下烧不但不赚钱，还倒贴。所以铁峰就在那里，像一座山，标志着核聚变能量的边界。元素宇宙丰度通常取硅的丰度为10的6次方。其他元素与硅相比较，硅之所以被选为基准，不是因为它特殊，而是因为它在宇宙中分布均匀且含量适中，不高不低，刚好适合做参照物。就像选班长，不选最聪明的，也不选最笨的，选个中等生当基准线。既然重元素总体稀有，那宇宙中到底哪种元素最少？
答案可能让你意外，它不是什么超重元素，不是排在周期表末尾的那些半衰期几秒就消失的玩意儿，它排第3号，第3轻的元素锂。为什么第3轻的元素反而成了宇宙中的隐形穷人？这事儿说起来，能让你对宇宙的运行逻辑产生根本性的怀疑。锂，元素周期表第3号，铍第4号，硼第5号。这3个轻得离谱的元素，在宇宙中的丰度，比相邻元素低了10亿倍。10亿倍，不是10%，不是1/10，是10亿分之一。你在宇宙中随便抓一把原子，里面有几十亿个氢，几亿个氦，几百万个碳，几万个氧，锂铍硼可能一个都抓不到。为什么？因为宇宙的核物理基本规律在3楼到5楼之间修了一条断桥。大爆炸后3分钟，宇宙完成了原初核合成。这个过程的产物清单是约75%的氢，约25%的氦4，约1/1000的铟的和氦3，以及大约1000万分之一的锂。注意，没有铍，没有硼，原初核合成的产品线到锂就断了。宇宙在3分钟大的时候只造了这几种东西，然后就停工了。那恒星呢？恒星内部不是一直在搞核聚变吗？问题是恒星核聚变跳过了锂铍硼，恒星核心从氢聚变到氦，然后是3氦过程，3个氦核合成碳12，中间的锂、铍、硼去哪儿了？答案是恒星核心温度太高，几百万度到几亿度。锂铍硼在这种温度下不是被合成，而是被炸碎。它们在恒星内部是过客，刚生成就被摧毁。真正要命的是一条物理鸿沟，没有稳定的质量数为5的原子核，也没有稳定的质量数为8的原子核。锂5极不稳定，瞬间衰变；铍8也十分不稳定，马上裂回2个氦4。这意味着从氦4到碳12之间有一条核稳定性断层。恒星核聚变只能靠3氦过程一步跨过去，中间不留任何产物。你可以把元素周期表想象成一栋楼，氢住1楼，氦住2楼，3楼、4楼、5楼住了锂铍硼，但这3层楼没有楼梯。恒星核聚变的电梯从2楼直接跳到6楼，也就是碳。3到5楼的住户怎么活？只能靠外面的宇宙射线快递。脉冲星、超大质量黑洞、超新星、铅新星，这些天体把高能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这些粒子撞击星际空间中的碳、氮、氧等重原子核，把重核撞碎成轻核碎片。锂铍硼就是这些碎片的副产品。说真的，锂是电池技术的核心材料，铍是航天结构材料，硼是生命必须的微量元素。它们对地球文明至关重要，却依赖宇宙中最爆裂的碰撞事件才能产生。你要造一块锂电池，得先有一颗超新星帮你把锂撞出来。这不是比喻，这是事实。这条稳定性断层不是宇宙的疏忽，而是强合力性质的直接体现。强合力是4种基本力中最强的一种，它把质子和中子粘在一起。如果强合力稍微强一点，或者稍微弱一点，铍8就会稳定，宇宙的化学面貌将完全不同。3到5楼会有楼梯，锂铍硼的丰度会高出10亿倍。
恒星核聚变的路径会完全改写。这条断层是宇宙精细结构的一个例证。宇宙的物理常数像是被精确调校过的密码，差一点点，你我就不会存在。李皮硼虽然稀有，但好歹我们在地球上还能找到它们。接下来要说的东西，在整个地球上都找不到，它们只存在于宇宙中最极端的天体内部，而且这些物质可能是未来文明真正争夺的目标。在一颗中子星的核心深处，物质以一种地球实验室永远无法复制的方式存在着。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超新星爆发后的残骸，半径只有大约10公里，但质量是太阳的1.4到2倍。它的核心密度大约是10的14次方克每立方厘米。一茶匙中子星物质重约10亿吨，10亿吨，不是10吨，不是1万吨，一茶匙10亿吨，相当于把整个珠穆朗玛峰压缩进一颗方糖里。在中子星内部，物质处于简并态，电子被压入质子，形成中子。整个星体本质上是一个巨型原子核。你可以把中子星想象成一颗比太阳还重的原子核，只不过这个原子核有10公里宽，在核心最深处，压力大到连中子本身都可能撑不住。物质可能以超子、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或其他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奇异形态存在。这些物态在地球实验室中完全无法实现。人类最高能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产生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但只能维持极短瞬间，而且体积极小。中子星物质是宏观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在实验室中复制。而中子星不只是存在这么简单。2017年，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了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编号 GW170817。这个信号来自1亿3000万光年外的2颗中子星相撞，这次碰撞产生的铅新星亮度是新星的1000倍。但更重要的是，它确认了一件事：中子星合并是宇宙重元素的铸造车间。在铅新星的抛射物中，通过快中子捕获过程，也就是 R 过程，合成了宇宙中大约1半的比铁重的元素，金、铂、铀。这些在地球上让人争破头的贵金属，在宇宙尺度上只有一种生产方式：2颗中子星撞在一起。这次 GW170817 事件抛射了至少 0.05 太阳质量的重元素。这是什么概念？光这一次碰撞抛射的黄金总量就相当于几个地球的质量。有意思的是，中子星物质不是加热出来的，是碾压出来的。把一块铁加热到熔点需要1500度，把一颗恒星核心压缩到中子星状态需要整颗恒星坍缩的引力，相当于把太阳塞进一座城市的体积里。整个宇宙中只有一种场合能制造这种压力，那就是超新星爆发的最后瞬间。恒星烧了一辈子，最后用一个无比壮烈的告别，把核心碾压成宇宙中最致密的物质。中子星是宇宙级别的物质实验室，地球上能实现的最高压力与之相差10几个数量级。如果说中子星合并是宇宙的炼金炉，
那这个炉子的工作条件是人类文明永远无法在家中复刻的。中子星物质本身就是宇宙中最稀有的材料样品，你想要一克，得先找到一颗中子星，然后想办法从它身上撬一块下来。问题是，你靠近它，潮汐力会把你撕成原子。中子星物质稀有到无法复制，但它至少还是物质。接下来要说的东西更离谱，它不是任何常规意义上的物质，却构成了宇宙总能量的95%。而且，如果高级文明要争夺资源，这些东西可能才是真正的战场。你知道，你现在能看到的一切，所有恒星、行星、生命、元素周期表上的全部元素，只占宇宙的5%吗？另外的95%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占27%，暗能量占68%。我们能看到、触摸到、研究的一切，只占宇宙的5%。这个数字不是我编的，是宇宙学几十年来反复验证的结果。暗物质不吸收、不反射，也不发射任何电磁辐射，因此完全不可见。但它有引力效应，星系旋转曲线异常，引力透镜效应，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都需要暗物质来解释。没有暗物质，星系会在旋转中解体。你可以把暗物质想象成宇宙的隐形骨架，它不发光，不发热，不跟光打交道，但它的引力把星系拽在一起。你要是把暗物质抽走，银河系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散架。暗能量更邪门。1998年，天文学家发现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个发现拿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暗能量就是推动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更劲爆的是，2025年3月，暗能量光谱仪 DESI 合作组发布了最新成果。通过分析近1500万个星系和类星体的数据，发现暗能量可能不是恒定不变的宇宙学常数，而是一种随时间演化的动态场。过去45亿年间，暗能量密度下降了大约10%，统计显著性达到4.2西格玛。这个发现如果被最终确认，将颠覆宇宙学的标准模型。中国国家天文台深度参与了 DESI 项目，而且中国科学家张新民在2004年提出的精灵暗能量理论，恰好预言了暗能量状态方程参数随时间穿越-1的演化特征，与 DESI 观测吻合。与此同时，中国锦屏深地实验室的 Pandax 实验正在地下2400米深处直接探测暗物质粒子，这是全球最深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岩石厚度足以屏蔽绝大部分宇宙射线干扰。那暗物质和暗能量会不会是高级文明正在利用甚至争夺的资源？这个假想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是物理学家认真讨论的问题。如果暗物质由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或轴子构成，它们之间的湮灭或衰变可以释放能量。一个能够操控暗物质的2型或3型文明，可以获得比恒星能量高出几个数量级的能源。暗能量如果可以被提取或引导，虽然它的能量密度看起来很低，大约每立方厘米10的-29次方克，但宇宙总量惊人，将是终极能源。你站在一座冰山上，以为自己看到了整座山，但水面下还有19倍于水上的体积。暗物质和暗能量
就是水面下的那部分。你知道它们在哪里，能感受到它们的引力拉扯，但你看不见、摸不着、穿不透。而我们所谓的宇宙资源争夺，到目前为止只在这座冰山的尖端打转。暗物质、暗能量是看不见的巨量，但宇宙中还有一种东西走了相反的极端，它不是看不见的多，而是看得见的少。少到什么程度？少到大爆炸应该把它全部消灭了，但它偏偏还在。这就是反物质。大爆炸的那一刻，宇宙应该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这是标准模型的预言，也是对称性的要求。物质和反物质就像镜子的两面，完全对等。但问题在于，物质和反物质一旦相遇，就会完全湮灭，转化为纯能量，也就是光子。如果当初完全对称，今天的宇宙应该只剩下光子，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生命，没有任何物质，一片光子的海洋，冷冰冰地膨胀到现在。但我们存在，你我所有恒星和星系都是物质，这意味着某种机制打破了这种对称，让物质多出了一点点。想象一场宇宙级别的婚礼，新郎是物质，新娘是反物质，各来了10的80次方位宾客。婚礼结束时，所有宾客两两配对，跳了一支湮灭之舞，跳完就消失了。但偏偏多出来了一个新郎，站在空荡荡的舞池中央。全宇宙的喧嚣过后，就多了这么一个多余的物质。你我所有恒星和星系都是那个多出来的新郎。这个多出来有多少？大约每10亿个反物质对应10亿01个物质，就多着0.01个，造就了今天整个宇宙。这个不对称是怎么来的？物理学界吵了几十年。2025年3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底夸克实验合作组宣布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首次在重子衰变中观测到了电荷宇称联合变换对称性破坏，简称 CP 破坏。他们在底重子拉姆达 B 的衰变中发现，正反底重子的衰变率存在超过5倍标准差的显著差异。中国 LHCb 团队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这一突破做出了关键贡献。这个发现填补了 CP 破坏研究中60多年的空白。在此之前， CP 破坏只在介子中被观测到，从未在重子中确认过。但问题在于，标准模型预演的 CP 破坏程度远远不足以解释宇宙中物质与反物质的不对称差距有多大，10的10次方倍。标准模型预言的不对称比观测值小了100亿倍，也就是说，一定还有未知的物理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未知机制可能在极高能量下才会显现，也许是宇宙大爆炸最初瞬间的物理，也许是某种超越标准模型的新对称性。反物质不仅稀少，而且昂贵到离谱。地球上天然反物质几乎不存在。CERN 的粒子加速器可以制造反质子和正电子，但产量极微。1克反物质的制造成本估计约为62.5万亿美元，这什么概念？比全球 GDP 的总和还多。而且制造反物质消耗的能量远大于湮灭释放的能量，效率极低。你花62.5万亿造了1克反物质，它湮灭释放的能量还不如你制造它花掉的电费的零头。
2023年 CERN 的 Alpha 实验还确认了一件事：反氢原子在引力作用下向下坠落。这排除了反物质被重力排斥的假说，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一致。所有物质无论正反对引力的反应相同，反物质不会往上掉。反物质作为资源的矛盾性在于，它是已知能量密度最高的燃料。正反物质湮灭的能量转化率是100%， E 等于 mc 平方。一克反物质与一克正物质湮灭，释放约 1.8 乘以10的14次方焦耳能量，相当于 4.3万吨 TNT 当量，大概2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但宇宙中几乎没有天然反物质可供开采，你要争夺反物质，得先有个地方能找到它，而能找到的地方只有实验室里人工制造的那几那克。反物质的消失是宇宙给文明出的一道终极谜题，解开了它，文明就能理解物质本身为什么存在，这比任何资源争夺都更根本。但在解开之前，反物质作为应该存在却找不到的稀有，在宇宙资源排行榜上只能排个虚名。接下来要说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维度的稀有，它不是某种元素或粒子，而是宇宙中一种极端状态下的产物。这种东西在地球概念里几乎没有价格，因为地球根本用不上。但对于跨越星系的文明来说，它可能是比任何元素都重要的战略资源。黑洞，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宇宙垃圾桶，什么进去都出不来。但如果你是一个三型文明，能利用整个星系的能量，你眼里的黑洞不是垃圾桶，是电池。旋转黑洞储存着巨大的旋转动能，而有一种方法可以从里面偷能量出来。1969年，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提出了一个机制：旋转黑洞的外部有一个区域叫能层，在这个区域里，时空被黑洞的旋转拖拽，一切物体都必须跟着转。一个粒子如果进入能层后分裂成2半，一半坠入黑洞，带有负能量，另一半逃逸出来，带有比入射时更高的正能量。多出来的能量哪儿来的？黑洞的旋转能。黑洞转慢了一点点，但你拿到了免费的能量，这就是彭罗斯过程。理论上，对于极限旋转的克尔黑洞，最高可提取黑洞旋转能量的 20.7%。对比一下，核聚变的质能转化效率大约 0.7%， 氢聚变为氦，只有7%的质量变成能量，而彭罗斯过程的理论效率可达 20% 以上。从能量密度角度，黑洞是宇宙中最高效的发电站。还有另一种机制，叫 Blandford-Znajek 过程，利用黑洞周围的磁场，从旋转黑洞的能层中提取电磁能量。这是目前理论中旋转黑洞最现实的能量提取方式，被认为是伽马射线暴和活动星系核喷流的能量来源。换句话说，宇宙中最爆裂的现象之一，伽马射线暴，可能就是黑洞在漏电。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质量约430万倍太阳质量，它的旋转能量如果能被完全提取，足以支撑一个三星文明运行数十亿年。而每个大星系中心通常只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旋转黑洞是数量有限的能源节点，你不能造一个，不能复制一个，
只能去抢占现成的。把旋转黑洞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飞轮，这个飞轮在旋转，但它在旋转的过程中偷了一点能量给周围的时空。如果你能往飞轮上扔一个弹珠，让它在合适的角度弹开，弹珠带走的能量比你扔进去的还多。飞轮转慢了一点点，但你拿到了免费的能量。问题是，这个飞轮有4个太阳那么重，而且你不能碰它，碰了就没了。如果黑洞是终极能源，那争夺黑洞就是星际战争的最高形态。但宇宙中还有一种资源，它不像黑洞那样集中在某个点上，而是散布在整个宇宙中。它的总量极少，但每一种都对应着宇宙演化中某个特定的不可复制的事件。这就是稀有同位素宇宙事件的化学化石。除了稀有元素，宇宙中还有哪些稀有的同位素？它们为什么稀有？它们记录了宇宙中哪些不可复制的物理事件？先说一个宇宙学悬案。标准大爆炸核合成预言的里奇风度是观测值的大约3倍，这个差距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被称为宇宙学里疑难或者原初理问题。要么我们对大爆炸核合成的理解有误，要么某种未知过程在恒星形成后摧毁了多余的理。这个理差距可能暗示着新物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恒星形成后的某种过程摧毁了多余的理，但这个说法还没有被证实，争议还在继续。再说宇宙的时钟，由238半衰期45亿年，232半衰期140亿年，由235半衰期7亿年。这些长寿命放射性同位素是宇宙的计时器。通过测量恒星中钨和铀的比例，天文学家可以估算恒星的年龄。这门学问叫宇宙年代学。这些同位素的丰度极低，但携带了不可替代的宇宙历史信息。你要想知道一颗恒星多大了，不用问它，量一量它里面的公铀比例就行。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也在这个领域发力。LAMOST， 也就是郭守敬望远镜，发现了阿系元素增风星。阿系元素原子序数89到103，几乎完全依赖 R 过程合成，而 R 过程的主要场所是中子星合并。每一颗阿系元素增风星都记录了一次远古中子星合并事件的化学指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宇宙的案发现场记录。中子星合并是案件，阿系元素是留下的指纹。还有一类短寿命同位素，它们的考古价值极高。铝26半衰期72万年，铁60半衰期260万年。这些中等寿命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太阳系形成初期存在过，现在已经衰变殆尽，但它们的子体元素留在了陨石中，比如铝26衰变成镁，26铁60衰变成镍60。通过分析这些子体，我们得知太阳系形成附近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换句话说，太阳不是独生子女，它诞生在一个恒星育婴房里，旁边有大哥大姐看着它出生，然后有一颗超新星在附近炸了。炸出来的冲击波可能还帮助了太阳系的物质凝聚。这些信息全部写在陨石的同位素比例里。在自然存在的稳定同位素中，有些丰度极低，氦3在氦中仅占0.0137%，
但氦三的聚变反应不产生中子辐射，是最理想的聚变燃料。地球上氦三的储量大约只有15吨，而月球土壤中富含氦三。嫦娥5号带回的月壤样本中确认含有大量氦三，初步估算月球氦三储量约100万吨。100吨氦三进行核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足以支撑全球1年的能源消费。这引发了月球采矿的科学设想，而且不再是纯理论了。2025年，已经有商业公司计划在2028年到2037年间执行月球氦三开采飞行任务。稀有同位素不是杂质，而是宇宙的化学档案。每一个稀有同位素的风度都在讲述一个特定的宇宙事件：一次超新星，一次中子星合并，一次宇宙射线碰撞。对高级文明而言，这些同位素既是能源，也是科学资源。它们的稀有性不在于少，而在于不可复制。你不能在实验室里凭空造出一份太阳系形成时的化学档案，那种信息只有宇宙能写。同位素就像宇宙的发条记录仪，每一个放射性同位素都在以恒定的速度走针。铀238的针走得慢，45亿年走一圈；铝26的针走得快，72万年走一圈。当一颗恒星形成时，它捕获了周围的同位素，相当于按下了开始键。几十亿年后，我们通过读取剩下的同位素和衰变产物，就能反推这颗恒星的出生证。这是宇宙留给文明的调频收音机，你只需要知道怎么调频。好了，我们已经从元素、中子星物质、暗物质、反物质、黑洞能量到稀有同位素走了一圈。现在让我们跳出细节，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高级文明，他们到底会争夺什么？卡尔达肖夫指数把文明分成3个等级。1型文明利用行星全部能源，人类目前大约 0.73 级，正处于向1型过渡的阶段，连1型都还没到。2型文明利用恒星全部能源建造戴森球或戴森云。3型文明利用整个星系能源。不同等级的文明争夺的资源完全不同。1型文明争夺的是稀有元素，稀土、锂三、铀、行星宜居带、水冰，说白了就是地球人现在干的事。2型文明争夺的是恒星本身，恒星周围的轨道资源，小行星带的重元素。3型文明争夺的是超大质量黑洞，作为彭罗斯过程的能源节点，暗物质密集区作为能源矿场，中子星作为 R 过程元素的矿场，以及银河系中适合建造戴森球的恒星分布。但真正的争夺目标可能跟直觉完全相反，不是稀有元素，高级文明不缺金箔油，可以从中子星合并残骸中开采，不是反物质，太稀少了，开采成本远高于收益；不是暗物质，虽然总量大，但密度极低，难以收集。真正可能引发冲突的是那些数量有限、功能不可替代、获取门槛极高的东西。旋转黑洞是首选候选。每个大星系中心只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是能源，是实验室，是时空操控的支点。在宇宙的赌桌上，黑洞就是最后那张王牌。还有一个反直觉的争夺目标：信息处理能力。一个3型文明的最大瓶颈可能不是能源，
而是计算资源。利用黑洞作为量子计算机，根据 1r 等于 1pr 假说，黑洞连接的虫洞可以用于量子信息处理，这可能比提取其旋转能量更有价值。一个能操控黑洞的文明，不一定要拿它发电，可能拿它当 CPU 用。而最终极的稀缺资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是时间。对于能够跨越星系的文明而言，物质和能量在宇宙尺度上并不稀缺。恒星有时的22次方克，黑洞有时的8次方个，真正稀缺的是时间。宇宙的加速膨胀由暗能量驱动，正在把远处的星系推出可观测范围。每过1年，约有10的21次方颗恒星从可观测宇宙中消失。不是它们毁灭了，是它们退到了宇宙世界之外，我们永远够不着了。如果文明要扩张，暗能量驱动的膨胀就是倒计时钟。你游得越快，能到达的岛屿就越多，但你永远追不上所有正在逃离的岛屿。把宇宙想象成一片海洋，1星文明在岸边捡贝壳，2星文明在近海捕鱼，3星文明在远洋建钻井平台。而暗能量正在让海洋不断变大，远处的岛屿正在加速远离，不是因为物质不够，而是因为空间在膨胀，机会在消失。人类文明目前0.73级，连1星都不到，我们还在为化石燃料和稀土元素争斗。但从宇宙尺度看，这些争斗相当于蚂蚁在争夺一块饼干屑，而整个饼干工厂正在被推土机拆走。人类需要先活到1星文明，才有资格考虑更高级的资源争夺。在那之前，我们连参赛的门槛都够不着。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宇宙中什么最稀有？答案取决于你问谁。问化学家是李丕鹏，问物理学家是反物质，问天体物理学家是中子星物质，问未来学家是时间。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有一点是确定的，你此刻正在听这段话的这个瞬间，在宇宙138亿年的时间尺度上，就是最稀有的东西，因为它只发生一次。从氢到铀，从中子星到黑洞，从暗物质到反物质，我们走完了宇宙稀有物质的巡礼。每一次发现稀有物质，本质上都是在发现宇宙演化中某个极端事件的痕迹。李丕鹏是宇宙射线撞碎重合的碎片，金银箔是中子星合并的锻造产物，反物质的缺失是某种未知物理定律的证据。而那些真正可能引发文明级别争夺的资源，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它们的稀缺不在于少，而在于门槛。门槛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人类连1星文明都还不是，就已经在讨论这些问题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挺荒诞的事，但也许正是这种荒诞的好奇心，才是文明进化的真正燃料。